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民说。中国航天飞机在经历了迄今为止最长的飞行时间之后呢，飞返地球。今天的话题了，我们就说说这个问题。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呢，我国自行研制的某型可重复使用的试验航天器，在在轨飞行了276天以后，在5月8号当天的凌晨，成功的返回预定的着陆场。为整个试验呢画下了圆满成功的句号。这条消息在国外有关媒体上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分析和推测这种航天器的性质和用途。从各方面透露的情况来看呢，这一次中国回收的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应该是类似于美国 X-37B 的无人航天飞机。这种类型的航天器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面，主要航天国家都进行过尝试，包括美国、前苏联、欧空局和中国。日本和印度也提出过类似的方案，但是进行过实际飞行的是美国、苏联、欧空局和中国。美国的型号呢，就是著名的 X-37B。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试验过暴风雪号航天飞机。欧洲航天局的型号叫做过渡性试验飞行器 IXV， 曾经在2015年呢进行过一次试飞和成功的回收，但是没有后续。在巴黎航展上 IXV 还经常出现，所以呢无人航天飞机并不是什么秘而不宣的东西。但是正如很多高科技的项目一样，广为人知不等于人人会造。航天飞机要解决很多技术问题，主要是结构的强度、防热系统、动力系统、气动控制等等。美国通过载人航天飞机的尝试，付出了14名宇航员遇难的代价，基本上掌握了这种航天器的全部的技术。航天飞机最主要的经验教训是，它作为载人航天器还不够成熟，但是如果把它改成无人航天器，那么很多的技术难点就不存在了。因此，美国空军不但研制使用的 X-37B， 美国的内华达山脉商业航天公司还设计了一种叫做追梦者的无人航天飞机，准备给未来的商业空间站提供货物运输服务。中国研制的这一款无人航天飞机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仅仅是因为美国人的种族主义的傲慢情绪又发作了吗？事情呢不是这么简单。无人航天飞机的用途是相当广泛，有人认为呢，它是一种太空战斗机，可以携带导弹实施对地攻击，或者是接近敌方的航天器实施抓捕、摧毁行动。在航天飞机发展的早期，美国呢确实是提出过这些想法，后来发现呢，航天飞机造价太贵，用它来充当太空战斗机的话，如果对方在自己的卫星里面装一颗炸弹，一旦被捕获，就引爆炸弹同归于尽，那就会损失惨重的。航天飞机在轨道上飞行呢，是一个很明显的目标。如果用作轨道轰炸机，其他国家就有充分的法理用反卫星导弹将其摧毁，这同样是得不偿失。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和实践，美国基本认清了航天飞机的发展特点和规律。现在呢，基本放弃了用 X-37B 来当作轨道轰炸攻击别人的想法。至于捕捉别人卫星的这个活呢，就交给了空间态势感知的项目。现在 X-37B 呢，主要用来执行有效载荷的空间试验任务，把军用卫星所需要的一些技术带上天，经过长时间的飞行再带回地面，考察其相关的器件或者是设备在太空里面所发生的变化，寻找改进的工艺和设计的地方。多数卫星打到天上以后啊，就不会再返回地球了。因此，元器件和材料的表现怎么样呢？如果发生的事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往往只能用遥测的信号或者是地面模拟的手段呢来推测。这种方法虽然有效，但是既不直观也不准确。如果能够把卫星再从天上拿回来分析，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无人航天飞机呢，是执行这项任务最合适的平台。5月9号，国外新闻介绍说，中国的无人航天飞机在飞行期间和另外的轨道飞行器呢进行了交汇，然后第二个物体就消失了。这并不奇怪啊，航天飞机进入轨道以后，它会用机械手把自己所携带的小型卫星送出舱外，进入预定轨道进行飞行的试验。如果某一颗卫星需要在试验完成之后带回地球，
航天飞机就可以飞过去，用机械手把它捕获带回地球。航天是一个国家工业技术的巅峰，中国能独立自主地实现无人航天飞机的太空飞行，这意味着中国航空航天技术的长足的进步。无论是军事还是民用，中国都有能力研制先进强大的软硬件体系，有效地提高国家的竞争力。这才是美国人所最担心的问题。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